家好，我是文。经常看我视频的人呢，应该知道我有一个很好的闺蜜叫丽蓉。大家好，我是丽蓉。丽蓉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也是一个汉语老师。对，丽蓉她是我以前的同事，对然后呢，我们认识10多年对，我们认识10多年了，我们从同事变成了很好的朋友。那现在我们是闺蜜。对，闺蜜呢，就是女生之间很好的朋友。今天我很开心，请丽蓉跟我一起拍这一期视频，因为我们10月底的时候一起去了新疆。对，我们在新疆玩了，大概15天左右。然后呢，在新疆我们全程都是自己开车，我们叫自驾，全程都是丽蓉一个人。说起来我很骄傲啊。今天我想跟丽蓉聊的一个话题呢，就是新疆之最。丽蓉，我们去新疆之前，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？我最期待的是，因为新疆嘛是很多很美的风景的地方，有很多很多自然风景，特别美。在之前我也曾去过北疆，新疆的北疆，那里的风景好美，但是听说南疆更美。所以我很期待看到南疆的更美的风景。不好意思，我要纠正你一下。怎么了？刚才你说因为，但是其实我们对，其实正确发音是因为，这个是一个语言习惯。我是北京人，然后我们的语言习惯是第二个发音会轻一点，所以我的那个经常习惯说因为，就很轻松对我来说。所以如果我在这个视频中还有这个问题，请大家谅解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们教学生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教标准的发音，比如说因为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在外面经常听到别人说因为，不是因为你的老师教错了，也不是书上或者是哪里写错了，是每个地方的语言习惯不一样，所以呢，它有的时候它的发音也不一样。那我最期待的事情是跟当地人交流。因为新疆有很多少数民族，他们的生活习惯、他们的文化，甚至他们吃的东西都跟我们不一样。对的。那当地呢，他们有很多人开了民宿，我很期待住到他们的民宿里，然后去体验他们的生活，跟他们有一个更深度的交流。好，那下一个最呢，是你觉得最美的风景在哪里？其实都很美，对吧？路上其实最美的风景，我们知道在新疆，最美的风景在路上。在路上呢，其实我没有什么机会看，没有什么机会去认真的看路上的风景。我认为，如果真让我说一个最的话，那我认为最美的风景是那个班底尔蓝湖。太蓝了，那个蓝我没有办法形容它的那个颜色。我们可以给大家放一个视频，就是当时大碗用无人机拍的一个视频。对，特别蓝那个湖，太蓝了，就像你用那个颜色调出来的蓝一样，你喜欢的那个蓝。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开车跟着导航，开车去了一个有很多游客的一个班底尔蓝湖的景区。文说你下去拍吧，因为他知道我喜欢拍照。你下去拍吧，我说不用了不用了。然后我其实心里想，哎呀有点失望，这都是游客，那个湖也不是很美，我下去干嘛？其实我还说，我说不用了不用了。其实我觉得你当时看出来我的那个，因为你告诉我说班底尔蓝湖很好看，是吧？但是我觉得，哎呀，不是让我想象的那么美。对，但是没想到我们继续开，开着开着，我眼前哇亮了。对，我觉得是那天的光线角度的问题，就是游客很多的那个地方，可能那个时候它的湖没有那么蓝。那个光看不出来它的蓝，对吧？对，我觉得可能跟那个光有关系。对。当然我们看到了最蓝的湖。我觉得最美的风景是我们开车去一个火山口，那个地方叫恶魔之眼，它是一个火山群。然后呢，用无人机飞上去，然后拍这个照片，很像是那个恶魔的眼睛。对，大家可以看我们拍的视频。对，然后最美的风景是我们开车去那儿的路上，我们经过了一片湿地，是秋天的风景，秋天的景色，秋天的颜色。我觉得那个是最美的风景，所以风景还是在路上，对吧？对。
所以很多人说新疆比较适合自驾，就是自己开车。对，慢慢的去感受它的美。因为新疆最美的风景都是在路上，然后在路上的时候也不要太着急赶路，要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。其实拍照也拍不出来它的美，就觉得我们看到那个美，你拍出来其实没有那么美。对，所以还是要去看看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不管是拍视频还是拍照片，它的效果都没有我们用肉眼，就是用我们人的眼睛看到的1/10的美，是不是？对的，对的。离开新疆以后，你最想念的当地的美食是什么？那肯定是大盘鸡了。乌鲁木齐的大盘鸡，因为我们吃了很多家。对。当时我们还开玩笑说，如果我们发朋友圈9宫格的话，对，都放不下。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吃大盘鸡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我其实是吃不了羊肉的人，我对羊肉有一点过敏。我的过敏反应是会吐，会拉肚子，所以他们其实也是照顾我。当地的那羊肉更好吃，你们就偶尔吃一点羊肉串什么的，对吧？是。所以我们吃的那个大盘鸡是最多的。所以你现在最想念的也是大盘鸡。但可是那个时候，我想吃那么多大盘鸡，回去肯定觉得大盘鸡吃够了，对，吃腻了，对吧？吃腻了，但是不是的。现在想一想，如果想吃东西，饿了或者想吃东西的时候，会想。哎呀，我想吃大盘鸡了，而且是乌鲁木齐的大盘鸡。我们回来之后还在网上找了哪里的大盘鸡比较好吃。对，但是我们去吃过一家，挺好吃的，挺好吃的，但是还是找不到那个味道。对，我觉得还是比不上新疆当地的，特别是乌鲁木齐的那个大盘鸡。那你呢？我最想念的是烤包子。对，因为我不太能吃那个，因为那个包子是羊肉的。对。我们在乌鲁木齐的时候，那天你还没有来。对，是你跟大碗先到的。对，我跟大碗前一天晚上到的。对，然后白天的时候你还没有来，我们就去了和田二街。和田二街有很多卖羊肉的饭馆，比如说有羊肉的包子，然后烤羊肉串、烤羊腿、羊肉抓饭什么的。有一家烤包子特别火，有很多人在排队，我觉得那家是最好吃的。为什么呢？是它的包子是现烤出来的，就是烤出来就卖完，然后再烤出来都是新的。但是如果是没有那么多人买呢，他会先做出来，然后用一个布或者是用一个棉被盖在那个包子上，那它就没有那个烤出来的香味了。你明白那种感觉吗？明白，就是它捂着那香味都没了。但是那家烤包子可以吃到那个烤出来的香气，所以现在想想我还是很想吃。那下一个最呢是最担心。丽蓉，你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？我最担心的是，因为我们要去南疆，做了一些攻略。是南疆呢，是很多地方它的海拔很高，我们俗称高反，所以我怕我有这个高反，所以我有点担心这个问题。那你当时有高反吗？当时其实有的，我们3个里面可能我严重一些。我在网上看呀，就是有人说身体越强壮的人，他可能有高反的概率会更大，因为呢，肌肉会消耗大量的氧气，所以呢，如果他有越多的肌肉呢，他可能就会越容易高反。那证明我的身体很好咯。对，你是我们这3个人里面身体最强壮的。所以当时呢，我多亏了我们那个酒店呀，还有我们在路上会买那种吸氧的那些东西，所以我多吸了一些氧，然后会觉得身体好多了。我的高反的反应之一是什么？嗜睡，就是很困。所以这个对于开车的人来说，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，也是很危险的事情。我开着车觉得哇，我好困，特别困，眼睛睁不开的感觉。然后文在旁边一直跟我说话。他也说，其实我跟你说话的时候，我也困。对，我当时我也快睡着了。对，当时，所以他很怕我困。所以当时晚给我了那个吸氧的那个氧气瓶，然后我吸了一些氧，好多了。这是反应最严重的这个感觉。然后就是头会疼，头会不舒服。这就是高反的，对我来说这个高反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我们进入白沙湖的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的头就开始
就是一跳一跳的疼。对我也有，其实我也有一点高反。对，但是我们去白沙湖住的那个酒店的，我们那里边有一个氧气机，然后大晚让我多吸一点，我当时吸了1个小时左右，真的好太多，好多了。那你担心什么？我最担心的事情是酒店不干净。我以为你担心我开车呢。也有这个，那我可以再说一遍吗？我最担心的事情是丽蓉开车。没有，我最担心的事情呢是酒店的房间不干净，或者他们有烟味。因为我有鼻炎，那如果酒店有烟味，我就会一直打喷嚏，然后晚上也睡不好。但是还好，我们这次住的酒店都比较好，可能有1/3的酒店有烟味，个别的对会有一点，对，大部分都很好。好，那下一个最呢是最紧张。丽蓉，我们旅行的时候，你最紧张的事情是什么？其实我真的不太爱紧张啊，但是这次呢，因为这个我们是自驾游，自己开车，然后全程应该都是我开车，所以我紧张的是，我们租的是别人的车，不是我自己的车，我可能不太习惯这个车，或者是那个驾驶习惯也不同，是我怕路上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，所以其实我有点紧张这个，但是小紧张，所以你当时。我不想把这个心里的想法告诉你们，我怕你们。我说我自己开车的人就紧张，那你们2个人可能会更紧张了，对吧？对，是。那你呢？我最紧张的时候是我们在打板的时候，它不是很平的路，然后是没有铺好的路，然后呢有很多弯，然后呢是在山上，旁边就是悬崖。对，然后如果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。对，所以这个是我最紧张的时候。那个时候你紧张了？我紧张，但是我没有告诉你。是吗？对。其实我心里边那个时候也是会有一点点，但是我就想已经到了那个地方了，就是好好开，认真开，一心一意的去开就好了。然后当时除了是因为这个路，然后有点紧张，也会比较担心你的高反因为是你在开车，那个高度是4000多，不像我们在酒店是3000多，会更高了。对，更高。然后你开车，那如果你有高反，你困的话呢，这个时候可能你对一些路况啊，对一些紧急情况的判断可能会跟平常不一样，这个时候我就比较紧张。但是那个时候还好，对吧？对，我觉得我好像适应了之前的那个高的那个反应，然后我就没有什么，当时觉得还是挺好的。对，可能我的集中力在那个路上，我心里想我要认真开，因为如果我一不认真，一不小心，我就会掉下去。对，还好，我特别佩服你，真的，你太厉害了，很骄傲，你太厉害了。那下一个最呢是最后悔。那我们旅行15天，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？是最后悔做了，或者是最后悔没有做的事情？其实我觉得我们这15天玩得很好，可以说是完美。因为和最好的朋友们一起去，这就是最开心的事。然后看到美丽的风景，接触到很好的人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后悔。但是真的要让我说一个后悔，那我想说，可能玩的时间有点短真的。如果有时间，我想把这个旅行再让它延长一些，让它更长，我觉得可能会更好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在泰国的时候，然后我去清迈大学学泰语，当时我的老师他问我，如果他来中国旅行，我建议他去哪里旅行？我说新疆。然后他说，那我在新疆玩多少天合适呢？我跟他说1个月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2个星期还是有一点短。有一点点短。对，因为其实前面的几天我们都没有好好的享受，都是在赶路，因为怕后面的时间不够，赶不上。那你呢？我最后悔的事情是没有在乌鲁木齐多吃一顿大盘鸡。那个大盘鸡好好吃。那个乌鲁木齐的大盘鸡是我们在新疆吃的第1顿大盘鸡。当时我们是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好吃，我们去了，然后我们吃了，确实很好吃。但是呢，因为是第1顿，所以我们也期待之后会有更好吃的大盘鸡。但是对，因为我们想
乌鲁木齐都这么好吃，而且乌鲁木齐不是做大盘鸡应该是最好的地方，我们是这么觉得。我想接下来的会更好吃。对，但是没想到乌鲁木齐是最好吃的。对对对，那个是最好吃的。然后有点后悔那天我们点的那个大盘鸡没有打包啊。对，而且我们点了那个大盘鸡是真的是大盘鸡，特别大的盘子，那么大，可能可以够吃4个人、5个人的量，我们3个人吃。新疆的大盘鸡呢，他们也有中盘鸡和小盘鸡。然后中盘鸡呢，可能我们平时都是点中盘鸡，对不对？我们3个人正好，对，够吃。那如果是1个人或者2个人吃不了那么多的时候呢，也可以点那个小盘鸡。对，大盘鸡它只是一个名字，是大份的，然后还有中份的和小份的。好，那下一个最呢，是你觉得我们在新疆花的最值的一笔钱是什么？最值的一笔钱，其实很多我们花的钱，我觉得还都挺值的。但是最值的是，因为很喜欢吃水果，然后觉得新疆，因为我们当时去的季节，其实已经很多水果已经不是当季水果了。对，所以呢，我想可能只有梨跟苹果了。我们去库尔勒吃到库尔勒的梨，吃到阿克苏的苹果，对，找到了那个果农，然后买到了就是他们那儿的真的很天然、很自然的水果，对，然后很甜。所以我觉得花这个钱觉得很相当值。对对对，我们当时是第2天开车到了库尔勒。然后库尔勒梨在全中国都是特别特别有名的，因为库尔勒是一个地方，然后在库尔勒种了很多梨，然后有很多梨的果园。我们开车的时候经过了一个果园，然后看到正好有果农他们在摘果子，然后我们就下车问他们说，这个我们可不可以买1箱啊？那个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梨。对，那个水真的可多了。对，我们就靠了那个梨给我们补充水分了，因为新疆很干嘛。对，然后我们当时吃完好吃，然后还给家人，然后给朋友买了一些寄回去。对，你是不是现在还买那个阿克苏的苹果呢？对，然后阿克苏的苹果也是。我们当时去的时候还不是季节，那个苹果还不能吃，因为它还没有那么甜。那我们从新疆旅行回来差不多1个星期以后，我们都买了，对不对？都买了，你也买了。我现在还买。是吗？对，我们差不多1个星期就能吃完1箱苹果。真的很好吃，很甜，很好吃。对，我有一个事情好像我忘了跟你说。是吗？对，我第2次还是第3次买这个苹果的时候，然后它因为运输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，它有3个坏的苹果。然后我就把那个照片发给了那个果农。我以为他会不承认或者是怎么样，但是结果他的态度非常好，他说抱歉，这是我们的原因，造成了你的损失，所以呢，我把钱退给你，或者是我们再给你补发3个苹果。我当时就觉得很好的人。对，虽然这个是他们应该做的吧，但是你知道有很多人，或者是有一些人，他们可能不会想承担这个损失。对的。那我在想，如果他推卸责任，他不承担这个责任的话呢，我以后就不在他那儿买苹果了。但是他的态度，他的回答让我很惊喜，所以我当时告诉他不用着急，我不需要他给我退钱，因为他们的苹果真的很好吃，然后呢也不需要现在给我补发苹果，那我下次再买1箱的时候，然后一起给我补发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以后还是会继续在他们家买苹果，真的很好吃。下次帮我也买1箱。好。那你呢？你有没有什么觉得我们花的比较值的？因为订酒店呀，然后吃一些饭呀，其实大部分的攻略都是你做的，都是你找的，那你肯定更有说服力，对吧？对，我们3个人，我们负责不同的事情。丽蓉呢负责开车，然后呢我负责订酒店，然后找饭馆儿。大碗呢负责拍视频，然后拍照片，飞无人机什么的。那我觉得花的最值的一笔钱是我们租了一辆比较好的车，一辆越野车。其实我们当时有2个选择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要租一个，那个是丰田。
对对对，一个 SUV，对，一个 SUV，然后一个越野。对对，当然是因为因为我觉得越野车很酷，开起来很帅，所以呢，当时我首先就说，我觉得我想开越野。然后后来他们两个就是觉得应该让驾驶人有那种愉悦感，对，所以呢，他们说听我的，然后我们就是租了这个越野车。那当时我们犹豫，为什么犹豫呢？是这两辆车它差的价格还挺多的。对，然后那个油费也差的很多。哦，对对对，主要是油费。那我现在回想过来，我觉得这个是花的最值的一笔钱，因为越野它可以去的地方很多。对，就是我们不用去想，随便想开到哪儿就开到哪儿。对对对。然后不管是下雪还是路况不好的时候，或者是有那种碎石，就是有很多小石头的路，越野车都可以开。对，其实我觉得旅行，特别是自己开车，安全是最重要的，对吧？对的。因为其实丽蓉也一直想开这种车，越野车，很酷。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嘛，想开一个酷的车嘛。对，因为我在北京开这种车其实是不现实的，对，因为路上很堵，对，你根本开不起来，而且你也没在北京有很多都是很好的路。没有那种就是崎岖啊、不好走的路啊，这些路都没有，所以其实买这种车其实不太合适，所以其实我还是没有机会在北京开这种车的。那当然这次有机会开到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。然后你还记得我们的车的颜色是什么吗？是橘色的、橙色的那个，对，而且是很出片的颜色。但是是因为我们很幸运，其实他们这个租车的这个公司，这个橙色的颜色特别少，可能只有几辆车，然后大家都想租这个颜色。当然我们也想租，但是我们租的时候，告诉我们只有黑色了，我们还其实有点小失望。但是没想到我们去的那天，然后他临时告诉我们，回来一辆橙色的车。对，我们好开心那时候。所以我们就开了一辆橙色的越野车，丽蓉开了一辆橙色的越野车，特别酷。对，很酷。对，所以我觉得租这辆车是我觉得花的最值的一笔钱。对，很值。那下一个呢，是你觉得最失望的事情是什么？最失望的，其实我觉得真的，我觉得这次旅行真的是很完美的，让我其实没有什么觉得那些不好的事，可能好的事情把一些小小的不好的事情都掩盖了，看不到了，想不起来了。但是让我说一个，我也可以说一个，就是就是一个喝的东西吧。我知道那个是吧？就是我们去到一个地方，然后文在上课，对吧？对，上课，对，在刹车。对，然后大碗说我们点杯咖啡吧。那我当时想，那点咖啡，我在家里，在很多地方喝过很多的拿铁，就是我觉得都是普通的，所以在那个网店看那个单子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一个巴旦木拿铁。我觉得因为巴旦木是它那个地方的一个很有名的坚果，对，我就想那个坚果跟奶碰撞出来的那个香味儿肯定香，我就觉得肯定好喝，所以我第一个要点的就是那个巴旦木，然后买回来，我对它的期望很高，我觉得一定很香很好喝，喝到嘴里一言难尽，我真的无法形容的难喝。我一直很好奇，它到底有多难喝呀？我从来没有喝过那么难喝的咖啡。它就什么味道啊？就像是没有那个坚果的香，就像是一种香精，工业产品，然后配在一起的那个味儿。真的太难喝了。那我很庆幸，我当时在上课，我没有尝一口。你要感谢那个学生。对对对，我当时是给哪个学生上课来着？呀，我要跟他说谢谢。对的对。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，可能他们的做的过程中可能加一些东西，让这个味道想让这个味道更好，但是没想到，我觉得可能适得其反了。我觉得是这样的。那适得其反，你可以解释一下。就是本来想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，没想到做了一些东西，这件事情
更快了，所以嗯嗯他是要适得其反。嗯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想让这个东西更好，但是没想到它的结果却是这样的，让我觉得是印象最深而且最失望的，因为我对他的期望很高。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呀，是期望越高，失望越高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就这种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失望的那种。其实如果我要是对他没有抱那么大的希望、期望的话，我觉得可能我没有这么大的失望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也是。那你呢？你有没有失望？我想一下啊，最失望的事情有有啊，有。你不会对我失望吧？哦，对，我有点儿紧张呢。我最失望的事情是，刚才我说的，我最期待的事情是跟当地人交流，对吧？那我在网上经常看到有很多人，他们很幸运，他们住在当地人的民宿的时候，会被邀请去参加当地的婚礼。哦，对，我们错过了。对，我们错过了。我很想参加，我很想体验一下，但是我们错过了，因为我们去的那一天没有婚礼，也是第2天才有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可能也是期望越高，失望越高吧。是对。因为呢，当时那个我们住的那个酒店的保安告诉我明天有婚礼，所以呢，我们当时就是第2天我们还有时间去。对，所以你就对。想你终于可以看到了，但对。是第2天他告诉我们对。说不他记错时间了，对对。然后是另外一天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还挺失望的，对但对对。是但是就没有缘分。以后有机会吧。对对对，我们以后还可以再去。我们还可以再去的。对，让你最生气的事情是什么？让我最生气的事情，我觉得其实没有。我觉得我刚才说了，这一路是很开心的。对。然后会有一些小失望、小后悔，但是真的没有生气的。我有意见。你有啊？我觉得我说出来你也会想起起来。你说。是你记得我们当时去那个叫什么？罗布人村寨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罗布人村寨。然后我们当时去买票的时候，有一个差不多50多岁的一个女人，一个阿姨，她过来插队。哦，对，对。有。插队呢，就是她不排队，她本来应该在我们的后面，但是呢，她不排队，她想去我们的前面买票，这个是插队。然后当时我们提醒她，让她排队，然后她还很生气说：“我就是过来看看，我没有要插你们的队。”但是她很明显，她就是要插队。对，确实当时我们3个都很生气，怎么有这样的对对对。人？其实除了这个的话，我觉得没有。对。好，所以你没有，对不对？我没有。好，那下一个你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？我最难忘的事情，我觉得其实吧，这一路上最难忘的事情，当然是我在开车。就是我开到不同的地方。比如说我们上次去看胡杨林，我们要去公园，但是公园的路很堵。当时大碗就查那个攻略，大碗说，那我们不如就在中途的路上有一片很美的那个胡杨林，我们去试试看吧。那当时我们就决定，好吧，我们就去。但是没想到那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，是那种自然的美，没有像公园那样去修这个修那样，给它造一个美丽的景。它不是的，它是真的自然的美。那我在那儿也感受了驾驶的乐趣，在美丽的胡杨林里穿越，哇，那个感觉我真的是太舒服了，太美了。所以你觉得这个是最难忘的？是很难忘的，对对。那你呢？你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情？我觉得最难忘的事情还是骑马，因为那个是我第1次骑马，然后我很喜欢那种骑着马奔跑的感觉，很自由。对，是的，因为不像我们在城市里骑马，然后就是骑马，没有让你感受什么自由，就是骑上马，然后走一圈儿或者走一段路。但是那个真的是在那个草原上奔跑的感觉，因为他们真的在比赛嘛。特别是当时的那个环境，然后远处有雪山，风景很美。就是在这样的地方骑着马奔跑，非常自由的感觉，我很难忘。确实是。
好，那我们在新疆吃的最多的东西是什么？因为刚才说了，大盘鸡。对，因为我们吃大盘鸡太多了，对，然后就是几乎每天都在吃大盘鸡。对，到最后其实大碗是那个对食物还是不挑的人，对，他到最后都说还吃大盘鸡。对，我们每天都在吃大盘鸡。那你觉得印象最深的食物是什么？印象最深的食物是我们去，那是刹车吧？刹车。我们去那个有一个餐厅，那个餐厅做那个鸽子。对，我还记得你喜欢吃他们那个烤鸽子，对吧？特别好吃，是不是也是你印象最深的食物？那我觉得就是那个他做那个鸽子汤，我对他的印象很深，因为感觉它没有放很多的那些调料在里边，然后能喝出原本的味道，然后很香甜的感觉，很鲜美。很鲜美，真的有一点甜的感觉，就是那个汤里边肉里边的那种一点点甜的感觉，就是我觉得很好。那为什么印象最深呢？第一当然是因为它很好吃，那第二也是我们在北京吃不到烤鸽子，对不对？北京人不吃鸽子。对对对，北京人就是养鸽子用来比赛呀。然后或者用来去观赏啊，对，所以北京很少有吃鸽子的地方。那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？印象最深的地方，其实这应该感谢你，因为你负责给我们订酒店什么的，你给我们订了一个就是很特别的酒店，就是房车的那种。我们在白沙湖，然后我们住了那个酒店，当然我对它印象很深。然后就是本来外边很冷，然后我们进去，其实没想到里边是很暖的，那个风格，那个感觉是我从未体验到的那种，所以我对它这个地方和这个车，印象很深刻。对对对对，确实很美。然后因为它那个房车就是在白沙湖的旁边，对吧？然后早上起床一打开窗户就能看到白沙湖，对对对，特别美，特别美。那你呢？你有没有印象最深的地方是我们在塔县，然后其实不是在塔县，是我们开过了那个达坂，然后进到了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村子里。我知道那个村子。对，然后村子里的风景很美，然后因为很难到达，所以我觉得它给我的印象最深。可能以后我都没有机会再去这样的地方。但是我觉得那个地方春天会更美。那你还要开车去吗？真的很想看看，再看看。但是那个路确实真的太难了，太难走了。对，但是还好我们去的时候没有下雪，对不对？没有下雪，但是回来有一点点。对对对，但是路上还没有那个雪还没有铺起来，如果铺起来它可能会有点滑，那就很复杂了。对，那就会有点危险嘛，对对是吧？对对对。所以我印象最深的地方是这里。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吗？叫什么啊？皮勒村。哦，对对对，叫皮勒村，对对对。所以马尔洋乡。哦，对对对，马尔洋乡，然后皮勒村。然后呢，也是因为它是全中国最后一个通电的地方。那印象最深的人呢？那有很多，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哈。那给我印象最深的人，肯定是我们去那个塔县，我们在塔县住了一个民宿，当地人的民宿对吧？对，当地人的民宿。然后那个老板娘的那种爽快，然后利落干净，给我很深的印象。她叫卡米拉，我都忘了她的名字，但是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。对，她很热情，然后很友好。她是塔吉克族的人，然后他们有那个很漂亮的帽子，她还把她的帽子借给我们去拍照。而且当时她要去参加婚礼，然后她把房子交给我们。对对对对，她不担心，然后说你们在这儿吧，然后我去那个参加婚礼了，对，然后有什么事情你给你微信了，跟他儿子联系。其实当时我们对他来说就是陌生人，然后他把他的房子交给一个陌生人，说明他对我们足够的信任。对对，就这份信任让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好的人。对对对，他的性格很好，然后很热情，很友好。那你呢？你有没有印象深的人？有，肯定有，因为我们见了很多人。你猜？你能猜到吗？
其实有好多路上有很多人，我们遇到就是而且是不同的性格的人。我觉得是不是那个我们遇到那个保安大叔啊？对呀，我们在阿克苏的时候住的一个酒店，然后有一个保安，当时你记得吗？我们去洗衣服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正在看那个洗衣机怎么洗的时候，然后突然进来一个人，对对对，然后穿的是保安的衣服，我觉得可能是酒店的保安，但是呢，他很凶，他很凶的意思就是他说话很生气，然后他说：“你们干嘛呢？”他就是这样的语气，然后我当时吓一跳。对对，我说这个人是干嘛的？对对对，难道我们做错什么了吗？为什么他那么凶？然后我问他怎么了？我们洗衣服，然后他说我也要洗衣服，他就是这样的语气。然后我们当时觉得这个人有点恐怖，然后他很奇怪。对对对，当时我觉得是不是老板什么的，但是老板也不应该穿那样的衣服。对对对，就在想这个人是干嘛的。对，然后那天晚上我们要开车出去，你记得吗？他说你们去哪儿啊？说晚上回不回来？我们说当然回来了。但是他不是用那么温柔的语气对，肯定不是。说他说你们去哪儿？对对对，然后晚上回不回来？我说回来，当然回来了。他说你回来你还有车位吗？对对对，然后他说车位是我给你们的，对，你们就不要了。对对对，但是其实我们后来发现他是很好的人，他只是性格和他的表达方式是这样的。对，那他其实人很好，因为后来他还带我们去找好吃的苹果。对对，然后他给我们介绍应该买什么样的苹果比较好，然后他还给我们介绍了一家果农，说我们可以去那个果农那儿买新鲜的水果。他的人是很好的啊，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最深。我猜你是这样，因为你当时吓到了，好像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天哪，怎么会有那么凶的人？对。我们下面来说一个最难吃的东西。最难吃的东西，其实刚才我说了，我觉得那个咖啡，对，其实不是难吃就是难喝嘛。对，让我就真的印象很深，然后真的太难喝了。对，别的都很好，其实我觉得，嗯，就是也可能有不太那么好，但是如果让我说一个最，我可能觉得这个咖啡是最不好喝的，最难喝的。那你呢？你有没有？那我肯定不是这个咖啡了，因为我没有喝，我很幸运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最难吃的，你记得吗？我们有一天开了4-5个小时的车，然后我在网上找到一家农家乐。对，我们吃了鱼。对，然后网上的评价说这家农家乐的鱼很好吃。对，所以我们就开车过去了。但是到那儿的时候，我们发现饭馆没有人，就是很冷清，而且环境也不是很好。所以我们在想，其实可能是不是环境一般，但是呢，鱼很好吃。对，而且我们当时很饿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也是很期待这个鱼的味道嘛。对，但是我们点完菜之后，我记得他很快就把鱼上来了。就是然后我们吃那个鱼，发现那个鱼不新鲜，所以我猜呀，他可能是提前做好的。那当我们点这个鱼以后呢，他就把这个鱼热一下，就给我们上了这条鱼。所以这是我觉得最难吃的，就是因为味道也不是很好，我记得有点腥，鱼的那个味道。对，如果鱼不新鲜呢，我们可以说它的味道很腥。那你觉得你最满意的酒店是哪一家？我都满意。因为你订的酒店没有不满意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太开心了，我肯定很满意啊，每个酒店都很满意的。那你呢？你自己肯定是有一个标准的，我觉得。对，其实所有的没有烟味的酒店、干净的酒店我都很满意。那如果一定要说一家最满意的酒店是轮台的酒店。轮台，你是不是觉得在那儿很方便？对对对，因为在轮台，在酒店旁边我们就可以洗车。因为我们当时洗了一下车，拍照漂亮嘛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酒店旁边呢有一个洗车的地方。我们可以去那儿洗车，然后开车差不多5分钟的地方有一家大盘鸡特别好吃啊！对对对，而且价格很好。对，一份中盘鸡，我们3个人吃的很饱，是65块钱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记得是65块钱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酒店的服务很好，对，很干净，没有烟味。然后呢，还有洗衣房。
对，我们就是，嗯我们说了，我们带了一些衣服，但是其实我们对就穿，每次就是那几天都是穿那几身衣服，我们来回对洗，对，所以一个嗯酒店有能洗衣服的和对烘干的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满意、非常非嗯常开心的事儿。对。然后他们的暖气，他们是地暖，啊，对他们的地暖很足，对我们不觉得冷，对对对吧？嗯，对对，很暖对。和。那最吃惊的事情是什么？最吃惊的事情让嗯我觉得，那可能是你还记得我们去那个恶魔之眼的时候，你说嗯我们去骑马，嗯然后因为其实我们之前也骑过，可能在城市里边骑，然后就是走平的路，对然后呢，我没想到那个马可以过河，那个河是很深啊，的，你还记对对得吗？对对对，那个我觉得已经到了那个马的腿的上面，嗯我觉得这个马也可以吗？嗯因为它的背上是我跟那个小哥哥，我们两个人，嗯然后他要走这么深的河要过嗯去。我觉得在我的心里，只有小的时候我们嗯学过的小马过河，嗯嗯就是过一个很浅很浅的小河，但是没想到这个河这么深，这个嗯马可以过去。嗯我当时哦，是这样吗？马可嗯以过这么深，它很卖力气的过这个河。当然可能也是这个小哥之前没有告诉我，他嗯。要过这个，我记得当时你说他告诉你了。对，就是带我骑马的那个人，他有提醒我，嗯，他说前面有一条河，然后呢，马要过河，那他问我会不会游泳，然后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问我会不会游泳？是我要自己游过去吗？他说不是的，是马要过河，但嗯，是呢，它是这样，河是这样流的，马是这样过去的，所以呢，它不是这样过去，它是这样过去。嗯，那他说如果我不会游泳呢，那坐在马背上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害怕。当时他还说让我要把腿抬起来，要嗯。不然的话我的鞋可能会湿。嗯，看来他跟你说了很多。我对觉得可能他对，是这个3个，小哥里边就是他们的一个向嗯导或一个领导似的，他可嗯嗯嗯，能就是照顾客人照顾的比较好，说的也比对对，较多。或者他可能比较更有经验，对，有可能，是吧？是。所以这个是你最吃惊吃惊的的事情。事情，那你肯定哦。也有。啊，我想想啊，我最吃惊的事情其实是游客很多。因为我2023年的时候去过这些地方，我当时嗯，去的时候没有这么多人，而且我去的时候是夏天，是旅游的旺季。那旅游的旺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时候是，去那儿旅游的人最多的时候，这是旺季。我们去的时候是快到冬天了，很冷，我以为会没有那么多游客，但嗯，是到那儿以后发现，我们去的时候的游客的数量是我2023年去的时候可能2倍或者3倍。有那么多吗？有，我觉得人太多哦，了。嗯，那看来那个时间2023年的时候其实更好一点儿。对，嗯，所以这是我最吃惊的事情，就是游嗯，客太多太了。多了。嗯。那可能要快一点去，早一点去，我觉得过几年会更多更多。因为嗯，对，新疆越来越火，对，火的意思就是去的人越来越多，它越来越有名。对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新疆有多美。对对，是。好，那说完最吃惊的事情，我们来说一下最惊喜的事情是什么？给我惊喜。对，那其实还是我刚才说过，其实嗯就是我看到了那个班迪尔蓝湖，嗯走了很多的路，然后路上也会看到很多风景。那是我觉得我其实以前我去过，然后我也看到了一些风景，我觉得嗯确实很美。但是看到了班迪尔蓝湖，真的是让我惊喜的那种，我想说哇塞的那种，嗯，我觉得太美了。是，嗯，嗯。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说惊喜的话，那可能是看到了这个湖吧。其实我觉得你对班迪尔蓝湖是这样的，就是刚开始你的期待很高，对，然后呢，到那个游客很多的地方以后呢，期待我就值降到了最最低。低，对，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开车，我们对它已经不抱任何的希望了，然后你又突然看到它那么蓝，那么美，然后对我就很吃惊啊，就对，很吃惊，我觉得哇，太就很美了，惊喜。对，很惊喜。对，我想想，我最惊喜的事情是，当时我以为因为是冬天了嘛，所以我以为没有什么水果了。嗯，但是呢，我们到那儿以后发现还有很好吃的库尔勒梨，然后有个阿克苏苹果，然后我们还吃了非常好吃的哈密瓜，你记得吗？啊，对，特别甜。然后我觉得我还挺惊喜的。
你最开心的一天是哪一天？最开心的一天，那就是我说我去那个看那个胡杨林的那一天。哦，那个景色也美，然后我还可以驾车在那个美的风景里边开车，然后那个时候大碗给我在用无人机给我拍，然后我觉得哇好美啊，然后呢我还能看到美丽的风景，然后还能拍出来美丽的风景，然后那里边风景里边还有我在驾车，那种酷酷的感觉，我真的那天好开心。那你呢？啊，我最开心的一天是我们开车从塔县不对，我们开车从喀什到白沙湖的那一天。路上都是风景。对对对，因为路上有不同的风景，我们看到了那个叫什么丹霞，对不对？对，丹霞。我们看到了丹霞，然后呢，我们看到了雪山、慕士塔格峰，对吧？然后我们还看到了很美的湖，对对对，然后还有湿地，对，然后还有恶魔之眼，所以我觉得那一天是最开心的一天。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，而且都是特别美的。对，那在新疆你觉得最不习惯的事情是什么？不习惯的事情其实是，那个地方其实有点儿干。对，其实不是有点儿干，因为一个北京人说干，其实有点儿感觉有点儿矫情。因为北京已经非常干了。对，北京已经非常干了，但是新疆会更干。因为我身体就是有一个地方就是很容易干，就是我的脚。然后前些年很多年前，我的脚因为这个干出现过问题，就是有很小的一块口子，然后就很疼，然后就要流血的感觉，就很干。那么严重吗？对，前些年很干，然后一直没犯，然后这些年然后一直没有犯，但是这次去新疆，这个老毛病又犯了。对，真的太干了。真的太干了。对，我记得你也是，必须每天涂唇膏，不涂不行。其实这个也是我最不习惯的事情，是因为我觉得丽蓉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，就是她是在北京出生，然后在北京长大的人，那她对北京的气候已经习惯了。但是呢，我是差不多10几年前来北京的。我来北京以后发现北京太干了，就是我觉得北京已经很干了，但是呢，新疆比北京还要干2到3倍，就是连丽蓉也觉得干。所以我们又说到我们那个库尔勒梨，那库尔勒梨其实是救了我们。对。然后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吃4、5个梨。对。要不然太干了，我们要喝水，然后我们要吃梨。对。我记得我们当时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吃梨。对，因为真的很干，一晚上没有喝水。对对。然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你记得吗？我有一天去上厕所，然后上完厕所出来，对，我跟丽蓉和大碗说，我好像我的身体出问题了，因为我的尿是咖啡色的。对，然后呢，然后我说其实我没说，我的也是。然后大碗说他的也是，他的也对不对？是，我们这才发现是正常的，应该是。对，然后我才松了一口气，发现不是我的问题。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身体还刚到新疆的第2天，对不对？对，对。然后可能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习惯，没有适应新疆的气候，然后或者是我们喝的水太少了。对。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始吃梨。没有，对吧？当我们吃梨了，我觉得就正常了。对，所以我们像在给这个梨做广告的感觉。没有，我们可以放一个链接，如果你想买的话，你可以在这里买。对，不是广告啊。那你觉得有什么最好笑的事情呢？最好笑、最有趣的事情。最好笑、最有趣。其实我觉得好笑。我想不到哎。我想不到有什么好笑的，但是有趣的好玩的可能是很多。我们路上然后看到很多的动物，比如说牛啊、羊啊什么的，然后觉得他们那个羊的那个屁股然后动起来那种感觉，大碗说是墩墩的，我们那个象声词是墩墩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想因为好多肉嘛，想去摸摸它的感觉，可能是我好玩吧，是这个吧。哦，你觉得是这个？对。但是当时为什么我们没有去？
因为我们经常是在路上看到，对然后我没对对办法就临时就停车，然后对下去，对对，而且我也没办法就是随便去摸他们的屁股呀。但是在网上他们在喀什，它有一个卖羊的一个巴扎，巴扎就是市场。哦。然后很多游客他们会特意的去这个市场，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买羊或者怎么样，他们是为了去摸这个羊屁股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在想，如果摸到那个屁股会不会嗯，解压？你有可能。的压力会因此而没有了，摸到但是对羊很不公平啊，我也觉得是随便对呀，羊说：“你为什不么随便礼貌。摸我的屁股？”对呀，这个不礼貌吧？那我觉得，最有趣、最好笑的事情是你记得就是卡米拉，我们在我们塔去他的县民宿，对对对，她要去参加，亲戚的婚礼。对对对，然后亲戚家是在他们隔壁的县，开车要差不多2个小时。我们到了以后呢，他把他的家给我们了，他自己走了。对对对。然后我们当时没有关大门，然后我们突然发现哦，想起来了，牛进来了。对，对，然后我们不知道这个牛是他们家的还是外面的牛，对。然后又有点紧张，觉得完了怎么办？如果不是他们的牛，我们把一头牛放进来了，那这头牛把他家里的院子里的草和树都吃了怎么办？因为他当时已经在吃了。对。然后后来还是你。对，我就想不行，我得把他赶出去。对。然后就说：“你不出去，我就得出去。”我觉得你当时还挺有勇气的。对，我就想必须让他出去，如果他把他的草吃完了，我们负责看他这个家，然后草都没了，然后回来怎么办？怎么交代呢？所以我就想，真的是，如果你不出去，我就出去。对，我记得我当时因为加了凯米拉儿子的微信，然后我发微信问他：“这头牛是你们家的吗？”他说：“不是。”我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可以赶出去。”然后我当时想，怎么赶？没想到我还有这个赶牛的天赋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很好笑。那你觉得在新疆旅行最不可缺少，就是一定要带的东西是什么？最不可缺少，我觉得是一些特别对皮肤特别好的那些护肤品，比较湿一点的，然后每天都要抹，而且还有身体乳，每天都要擦的，因为太干了。对。让我猜猜你吧。我觉得你必须要带唇膏。对。如果没有肯定不行。对对对，丽蓉猜对了，我最不可缺少的东西是唇膏，因为很干。对对，如果不擦，我们说擦唇膏，对，如果不擦唇膏的话，可能我会有唇炎，对，就是嘴唇很干，就发炎了。对，那我们说了那么多我们觉得的最，那现在你猜一个大碗他觉得最不可缺少的东西是什么？我觉得对他来说不可缺少的是无人机。大碗对吗？对。你猜对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无人机爱好者，然后他很期待用无人机拍出大片儿的感觉。确实我们也拍到了那个恶魔之眼，然后我觉得哇塞，太震撼了，让我觉得这个景，我觉得如果是我拍不出来那种感觉，所以对他来说，他肯定特别满意。对，所以如果要没有这个无人机，那他有遗憾。是，但是你知道他最近把他的无人机卖了吗？真的吗？真的，闲置卖了，当闲置卖了。对，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北京，北京很多地方，对，如果大家来北京旅行，你要知道，北京几乎所有的地方都不能飞无人机。然后大碗可能觉得在北京无人机没有用，然后呢放着可能这个机器以后越来越不好了，所以他就卖了。下个话题我们可以聊一聊闲置的，因为我也卖了很多东西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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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。那我们一会儿就聊闲置。好的。我们的下一期播客，我们的下一期视频，我们就聊闲置。刚才我们说了最不可缺少的东西，下面我们来说一说，你觉得你带的最多余的东西是什么？多余呢，就是你带了，但是呢，你没有用它。我们说这个东西很多余，不需要的。那你觉得最多余的东西？我觉得我带的最多余的东西是衣服了。
因为其实你记得吗？你们2个每个人背一个包，然后就一个包，然后我呢是一个包一个小的行李箱，这样我还觉得我没带够，我想带漂亮的衣服，拍漂亮的照片，但是其实看风景都看不过来，哪有那么多机会就是给自己拍照啊？而且我觉得太美了，你当时你根本不想去拍自己，你就看风景都那个时间都不够。所以其实穿衣服就穿了那2-3身，然后脏了去酒店的洗衣机去洗，然后第2天又穿一样的。是，所以我觉得带2-3身衣服够保暖就足够了。所以我觉得要说多余嘛，可能是那些衣服吧。那我很好奇，你当时带了多少套衣服？我们先不说多少套衣服吧，就是那个大衣、外套，我带了3个外套。3个外套，包括那个借给我穿的那个吗？不包括，有你给你穿的那个一边，然后我带了一个冲锋衣，还有一个紫色的一个大衣，然后还有一个厚一点的大衣，然后我去，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就那个紫红色的，所以4件外套。对，一共带了4件外套。然后其实最后穿的还是我那件橘色的冲锋衣，因为它跟那个我们那个橘色的车很搭，所以我们是橘色还是黄色？我有点忘了。对，我那个冲锋衣是黄色的，是吧？黄色的，因为我觉得它跟我们那个车很搭配，然后我就一直穿它，就很多月，让自己很重，而且还占了很大地方，对，就是我们在搬行李是在车上车下一直搬，去酒店拿行李箱，拿背包，每次都是这样，其实很累的，这些累都是我自己找的。对，是。你呢？我觉得你还好吧？对，因为其实我们就一个背包，对不对？不会带太多多余的东西。如果一定要说的话，我觉得是化妆品。不是护肤品，是化妆品。因为我发现我在那儿的时候，我从来都没有化过妆，没有，对吗？我以为自己会化妆，然后拍很美的照片，但是其实会有点懒。对，没有，每天就是光护肤就 OK 了。对，然后新疆很干嘛，所以我也不是很想去化妆，然后去。对，因为化了以后更干了。那最后一个，你觉得这次最意外的收获是什么？最意外的收获是我有了更好的开车的经验。我不能吹牛啊，我不能说大话，吹牛就是说大话，就是我做不了的事情，然后我说出来我能做。但是我觉得如果现在让我去各种不同的环境，我感受我都可以去开。对，所以这个对我的我觉得是收获很大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你收获了在不同的情况开车的一种经验，对吗？对，是的，是的，因为不同的路，不同的环境，然后因为我们去新疆开的那些路都是比较复杂的，没有几条就是平平的大路，要不然就是很多的弯儿，然后要不然是路面很崎岖，就是每个地方都不一样，所以走了很多这种不同的路。对，所以我觉得那下次我再去别的地方，我就觉得我有经验了。那下次我们去西藏。好呀，什么时候？可以可以。什么时候？你说，你定。明天，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对，你的收获是什么？我最意外的收获是我加了2个果农的微信。随时可以订。对，水果。但是很遗憾，因为库尔勒梨它只有可能2个月的时间，是10月和11月，差不多到11月初那个梨就没有了。对，但是虽然我明年还可以再买，但是今年那就等1年吧。对。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阿克苏苹果那个果农的微信，这个可以订，其实。对，这个可以一直订到，他跟我说可以订到明年的1、2月份。就是苹果的储存时间会久一点儿。对，是，这个是我最意外的收获，因为我不但可以给自己买，然后还可以给家人、给朋友买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内容了，我们聊了很多的新疆之最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，然后希望以后丽蓉可以抽出更多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拍视频。好的，因为这次让我觉得其实可能
有一点点小紧张，因为我们俩没有这么亲密的合作过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体验感很好。我希望以后多一些这样的机会，我们多合作，然后多拍一些让大家感受很好的一些视频呀，跟大家分享。对，其实为什么邀请丽蓉跟我一起拍这个视频呢？我们是很好的朋友，其实我们在私底下，就是没有摄像头、没有镜头的时候，我们是会更好笑的。对，我们开玩笑，然对，后就会更自然，然后更舒服的感觉。对，那希望以后我们会越来越给大家呈现出我们私底下的那个感觉。对，更放松的，更放松的感觉。对，更有趣的。对。好，所以谢谢大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拜拜。